他就是最原始的吸血鬼德古拉，不仅可以吞噬灵魂，还拥有不死之身。德莫特尔号的最后航程惊悚难袭。1897年这天，一艘名为德莫特尔号的轮船准备将50箱神秘货物送往伦敦，可他们并不知道里面封印着一只可怕的恶魔。装载货物时，老头无意间看到木箱上的恶龙标记，一失神导致手中的绳索滑脱，眼看木箱就要砸中下面的小男孩。老黑急忙冲上去，成功化解了危机。细心的小伙伴可能一眼就看出，他正是蛛网男孩中杀死父母的彼得。在本片中扮演的是船长的孙子托比。这时独眼水手惊恐地说道：“恶龙标记是不祥之兆，会给他们带来厄运。” God save you all. May he save the ship. May he save the crew. 由于他的退出船上刚好空出来一个位置，作为回报，船长邀请老黑登上了货轮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德莫特尔号扬帆起航。此时雇主正在远处默默注视着他们，祈祷他们能顺利抵达。托比为了感谢老黑的救命之恩，主动带他到船上四处参观，并告诉他敲击木板是船上最重要的沟通方式，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向同伴传递信号。在这里，他主要负责照顾船舱里的牲畜。这条名叫哈克的狗狗是他的得力助手。另一边，舵手正在记录航海日记，表示船上一共有12个人，行程一切顺利。夜晚，水手们在船上尽情狂欢，享受着美好时光。殊不知，危险正向他们慢慢靠近。老鼠作为船上的生存高手，能在危险来临前给他们发出警告。下一秒，固定木箱的绳子突然脱落，惊醒那个正在沉睡的可怕恶魔。狗狗听到声响后，立马冲进餐厅，对着下面的仓库大气起来。船长以为是牲畜受到了惊吓，命令托比和老黑下楼查看。两人在黑狗的带领下走进仓库，发现一只被摔碎的木箱，从里面洒出大量泥土和一个破旧的麻袋。老黑好奇地上前查看，没想到里面竟藏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。老黑作为一名医生，立即对女人进行救治，将自己的血液输进女人的身体。水手认为她是一偷渡者，按照惯例应该将其扔进大海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人。在航海界，女人上船属于禁忌，会给他们带来杀生之祸。老黑不相信这种迷信的说法，坚决将她留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箱子里的恶魔闻到血腥味也渐渐苏醒，从箱子里爬了出来。拥有灵性的狗狗第一时间察觉到异常。第二天，厨师发现时，他早就成为一具血淋淋的尸体。而更恐怖的是，所有牲畜无一幸免，全部遭到恶魔撕咬并吸干了血液。他们怀疑女人给他们带来了厄运，所以才导致船上出现可怕怪兽。随着暴风雨降临，船上的情况越来越糟糕，食物逐渐短缺，船员情绪低落，就连老鼠承载的橱柜也变得空空如也。这种反自然现象暗示着恐怖事情即将发生。这天晚上，船舱内安静的让人后背发凉。大壮巡逻时看到一个怪物正在黑暗的角落艰难爬行，就在他上前查看时，怪兽突然跳起，瞬间划破他的喉咙。大壮本想大声求救，却发不出任何声响，最后被怪兽吸干了血液。当老黑发现时，只在地上看到一只匕首。第二天，他将此事告诉众人，可他们认为是大壮喝多后掉进了海里，甚至怀疑老黑有重大嫌疑。就在两人争吵时，醒来的安娜跑了过来，一脸惊慌地告诉众人，船上有可怕的恶魔，现在所有人必须离开。结果不但没人信，还把他当成了疯子。老黑见状，急忙上前制止，并把他带回了船舱。这时安娜表示，在他生活的村庄里有个一栋古老的城堡，里住着一个可怕恶魔德古拉，主要靠吸食血液而生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就会变成人形，开始狩猎模式。村民为了活命，与德古拉达成交易，决定把他送到一座全新的城市，而安娜便是村民献祭给德古拉的祭品。现在恶魔已经吸食大壮的血液，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壮。果然到了晚上，德古拉再次向他们展开进攻。胡子哥本能的想要逃跑，虽然他侥幸活了下来，但脖子上被恶魔咬出一个大洞，和那些牲畜身上的伤口如出一辙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所有人拿着武器开始检查船上的每个角落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踏入那个充满恐惧的仓库，所以最后却一无所获。另一边，受伤的胡子哥突然抽搐起来，两眼泛白，发出恶魔般的嘶吼。托比听到声响后，好奇地走出房间，循声来到走廊，正好胡子哥迎面相撞。男孩被吓坏，急忙跑回房间，但对方很快追了过来，拼命地撞击房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众人赶到，成功控制了对方，但托比还是没逃过恶魔的追杀。当他发现时，德古拉已经到他的头顶。然而下一秒，当老黑冲进房间后，德古拉早就消失不见。第二天，他们把变异的胡子哥绑在柱子上，让他说出那晚所看到的一切。可当他准备开口时，胡子哥却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痛苦嚎叫。
现在想要摆脱厄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除掉德古拉。安娜知道德古拉的藏身之处，拿起猎枪和老黑来到仓库，找到那个印着恶龙标记的木箱，打开机关后，在里面看到厚厚的泥土和一些蛆虫。遗憾的是，他们并没看到德古拉，只找到一把恶魔权杖。而此时德古拉正在外面享受虐杀时刻，一位水手为了摆脱厄运，偷偷跳上救生艇，正拼命的在海上滑行。结果没走多远，耳边再次传来恶魔的嘶吼。然而下一秒，随着一声惨叫，男人彻底领了盒饭。在德古拉的不断袭击下的莫特尔号彻底失控，船长一脸绝望地说道：“这是一条被充满诅咒的船，现在的航线已经被恶魔完全掌控，终点不是伦敦，而是地狱。”小男孩被恶魔袭击后，还是没逃过命运的安排。第二天，众人为托比举行了简单的葬礼。可当他们准备将遗体推入大海时，船长突然看到尸体动了一下，他颤抖着掀开白布，下一秒突然睁开双眼向爷爷发起进攻，紧接着身上瞬间燃起了地狱之火。眼看船长就要被烈焰吞噬，众人急忙拉开船长，将尸体推入大海。现在只差最后一天就可以抵达伦敦，老黑决定在轮船靠岸前将德古拉彻底消灭。为了将影片推向高潮，他们并没有趁德古拉休息时把箱子抬到甲板下暴晒，而是紧锣密鼓地封锁了所有出口，只留下一条路能来到甲板。入夜后，安娜负责到船舵引诱德古拉，然后趁机从瞭望台进行射击，最后将德莫特尔号击碎，让受伤的野兽彻底葬身海底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此时的德古拉已经恢复到巅峰时期，还没等他们出手，就被德古拉从背后偷袭。当他举起斧头准备沉船时，恶魔已经来到他的身后。船长掏出十字架企图驱除邪祟，可结果却毫无卵用，最后一样被德古拉吸干血液。现在12名船员中只剩下老黑和安娜，他知道德古拉很快就会找到自己，便怒斥他和其他生灵一样，都害怕进入恐怖的地狱之渊。下一秒，德古拉被彻底激怒，张开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。可面对强大的嗜血恶魔，老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紧急时刻，安娜开枪吸引对方的注意。就当两人准备离开时，老黑再次被恶魔抓住，用锋利的爪子在他脖子上撕开一道口子。紧急时刻，安娜割断桅杆上的绳索，将老黑从死神手里救了出来，而德古拉正好被断掉的桅杆击中要害。镜头一转，来到第二天清晨，安娜和老黑跳船后幸运地活了下来。而令人震惊的是，安娜的瞳孔也完全变成白色，原来从一开始她就已经被德古拉感染。这段时间一切正常，是因为老黑给他输血后推迟了变异时间，但悲剧迟早都会出现。他不想自己变成可怕的嗜血恶魔，决定在此结束悲惨的一生。电影最后，老黑成为本片唯一幸存者，准备在伦敦开启新的人生。谁知当他到酒吧庆祝时，再次看到德古拉的身影。原来他和安娜跳船逃跑后，德古拉奋力挣脱了束缚。当海岸队发现破旧的德莫忒尔号后，正好为德古拉提供大量鲜血，让他的力量再次飙升，从而混进人类社会，准备在这里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老黑追出酒吧后，发誓一定要杀死德古拉，为那些惨死的同胞报仇，将他彻底送回地狱。